朋友，捐精了解一下。这段时间你一定刷到过这样的新闻，这么紧缺，问问精子库。第一次来的初筛的合格率也就10%了，合格率这么低？捐精这件事带着3分神秘、3分猎奇和4分……但小蝌蚪关乎生育大计，我决定进行一次严肃的田野调查，看看惊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想了解捐精这件事，总得亲身体验一次。但如你所见，我没法捐。那就……男人在我们办公室是稀缺动物。梅森老师，要不要捐精？捐给谁？捐给社会。可以。大力老师，行吗？我不太行哎。什么不行？各方面都不行。好歹有2位小白鼠了。在正式捐精前，我检索了上海本地的精子库，他们最近也发布了捐精倡议书。7000元的补贴，还是税后，好香啊！第一次想当男人。要求1.65米，20到40周岁，高中中专以上学历，无色盲色弱乙肝等遗传病传染病。可以，基本要求都满足。在通过微信报名填写基本信息之后，就可以预约时间去线下初筛了。毕竟新闻里说通过率只有10%，我在担心我们2位摄影师会全军覆没。于是我又对一位男性友人进行了游说，体验一下捐精。有压力吗？好有压力啊！我是 Nathan， 是当下的 DP。Hello，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进去吧。没带身份证，拍的时候忘了带身份证，因为平时上班是不会带身份证的，上班时间去的啊。同事们一定不知道我带薪打飞机了，能不能帮我打个码？这个不行吗？这个正反面复印件不行吗？这个要读码，可能有个大码，不能对。他们也觉得第一次也不一定就能捐成功，所以就让我试了一下。每一个志愿者来，第一步一定是先刷身份证，因为我们的信息是跟全国公安联网的。核验身份证和录入指纹是为了严格确保每名捐精志愿者他一生只在一个精子库捐1次精，能够避免近亲婚配的情况。2960。拍这个之前我就很肯定，我肯定过不了初筛。从小到大体检的时候都是被医生说是色弱，但是我自己个人，我自己觉得我不会色弱。8，3个286，说错了2个3个，他就是好像想要让我去通过这样子，所以再多犯了几个，我说好可以。本来的志愿者数量就不多，再加上志愿者第一次来，紧张是在所难免的。我过年是245，全部正常。紧张了。所以我们会想让他多尝试几次，没有大问题的话，都会先让他提取一次，我们看看精液的结果。然后是传染病史、精神病史、性传播史、家庭遗传史，基本全部勾选了无这一块都很笃定直到这个表格的出现。我觉得有人控制着我的想法。这个表格问的问题非常的抽象，大家去填这个表的时候不要想那么多，它只是看你精神有没有问题。填这个表格呢，是为了能够筛除掉一些有精神疾病遗传风险的精子，这也是能够让我们捐精流程更加专业化的一个体现。有性伴侣、无性伴侣，然后同性伴侣以及多个性伴侣这个选项的。我不太理解，就是就算我是同性伴侣或者是多性伴侣，这个对于捐精来讲有实质上的影响吗？
这个确实是文件上的规定。有同性伴侣或多个伴侣者的高危性行为比较普遍 ，HIV 的感染率是高于平均水平的。那我们考虑到检测成本和精子的安全性，规定了这样一个群体性的进入。再加上目前的研究中，同性取向不排除基因的影响，所以大部分夫妻还是不希望会遗传到小孩的。我倒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对于同性恋是因为基因遗传，哇，好有趣啊！那这样子我可能会想说，如果这样子，我可能会特别筛一个是同性恋的基因的宝宝来做。我本来预期里面会有一些非常的色情，能勾起人性欲的东西，比预期的还要差，就有点像小时候去洗澡堂的那种墙上面会贴的东西，隔音非常的差，我能听到外面的工作人员说话。那个房间的信号超级之差，想办法解决，我先想办法解决出来。大家去捐精一定记得学习资料要提前下载好啊。不要妄图在里面在线观看。我们毕竟是属于医疗机构的一部分嘛，所以我们还是更要确保捐精流程的一个专业化。至于在优化志愿者的体验上，有人反映说，其实我们可以在那个捐精室里面放一个显示屏，这会让体验好很多。我们确实也弄过，不过就是那个显示屏的话，它需要插 U 盘，我们碰到过 U 盘被偷的这种情况。就是大家也知道，捐精室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场所了，我们不可能说捐精者捐精完之后，我们马上到房间里面去查看这个 U 盘有没有被偷，再加上 U 盘里面内容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淫秽传播，所以呢，到后面我们也没有再尝试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营业量正常值是都能够的。你取漏掉了是吧？对，漏掉了。漏掉了，那就有影响。这样做少的。这是最直观的，好吧？漏掉了之后对浓度其实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这是你的生殖器，不确定你这次手冲它到底会喷涌而出，还会流出来，所以你就没办法决定你是这样给还是这样接住啊。我当时就没有做好这个选择，以至于我弄了一手。我们拿到结果之后，医生和我说指标还是达不到捐精的指标。捐精的指标，你可能还是很难理解精子库需要的到底是怎样的人类高质量精子。看这里，我手里的是一份我们同事的报告单，这里是精子合格标准的2大难关：浓度和活力。浓度，目前人类精子库要求每毫升精液要有6000万以上个精子，浓度高还不够，还要有活力。能做前向运动的精子要占到60%以上，才能在与卵子的结合中力争上游。最后看品相，精子也要长得帅，要有头有尾，一颗完美的蝌蚪形，不能长得残缺不全，歪瓜裂枣。他就和我说，下一次大概什么时间要再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没有下一次了。到这里，这次的捐精体验就算告一段落了。很遗憾，我们的3位小白鼠都没有通过初筛。这个不通过呢，它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整个捐精流程走下来，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它的时间周期呢，大概会长达有半年的时间之久。在这个期间呢，捐精者他会需要保持饮食健康、作息规律，并且在捐精之前呢，会有一个3到5天的排精间隔。很多人都听说这个捐精的补贴比较丰厚，像我们上海这边是7000元，但是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呢，我觉得到最后他其实就想贡献一份爱心。即使捐了足量的精子，也不是万事大吉。捐赠者要与精子库保持联系，半年后再次接受血型和 HIV 检查，并呈阴性时，一次完整的捐献才算结束。因为艾滋它的潜伏期大概是半年时间，所以在捐完的半年内呢，我们是不能使用它的精子的。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卡在第一关，它的通过率不到20%。这个数据，好多人说这届男人不行了，是真的吗？这么说肯定是不对的，捐精标准不等于受孕标准，所以捐精来的精子会需要冷冻保存。那我们拿出来在解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失活损耗，所以精子库对捐精者的精子活力、精子浓度，它的纳入标准是高于一般生育标准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被精子库拒之门外，也不用过分担心自己被生育大门拒之门外。初筛结束后，你会收到一张自己的精子质量报告，这里写着临床生育标准和捐献标准。只要你的精液数据还在临床标准的范围，那么放宽心，你还是一位精子质量健康的男性。
所以根据低通过率就判断男性精子出了大问题是过于简单粗暴了。不过现代生活中影响生育率的因素确实增多，比如婚育年龄的推迟、有毒的环境化学物质、不良饮食和生活方式等都会影响到精子数量。所以结论就是极低的合格率导致了惊慌，这个供小于求的局面目前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所以本次调查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等一下，其实整体上精子是供大于求的，并且严格意义上来说，惊慌压根不存在。啊？那为什么各地精子库都在求精呀？归根结底，捐精是一个供求市场，要想弄明白这背后的供求关系，光调查供精方还不够，得明白捐的精子到底去了哪里。如果我们面对的患者有相关的一个供精的需求，那么我们就会向精子库提出申请，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们做一个相应的匹配。但是呢，做供精的辅助助孕是有很严格的指征的，确诊2次以上的报告确实是无精症，或者说家庭有一个严重的遗传性的疾病，这种呢才会有供精的指征。挑选精子这个是双盲的，我们会有一张表格给他勾选，比如说你想要长脸还是圆脸，单眼皮还是双眼皮，然后你对身高有什么要求。但是呢，精子库的精子毕竟还是有限的，我们尽量达到你的要求，但如果达不到，那也没有办法。在医生的眼里，一颗高质量精子的标准是医学意义上临床的妊娠率，要生得出，生得健康。而在患者的眼里，出于人之常情，他们会更关注供精者的身高、相貌和学历。最终的结果就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精子遭到了嫌弃。2019年，国家卫健委妇幼司统计过，全国的精子库大约库存有90万份精液，而每年供出的精液只有8到9万份。没有新冠之前呢，精子的出筛合格率大概在20%到30%之间。上半年阳了一波之后呢，甚至不到10%了。所以惊慌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事实。一方面，新冠使得精子库常年稳定的动态平衡遭到了破坏，确实出现了短暂的紧缺。另一方面，真正慌的是能平衡患者的需求和精子库的成本的精子，真正的六边形战士。我们目前的解决方式仍然是比较大的力度去宣传，只有来捐的人多了，才有可能在医学标准上合格的精子中去挑选素质较高的精源，让不孕不育的夫妇能够有一个更多更好的选择。选择的背后暗示着妥协，婚姻与生育的绑定让精子库和生殖中心的运营方式只能使少部分人受益。尽管这已经弥足珍贵，但如果我是单身或者想与自己的同性伴侣孕育宝宝的女性，我还有选择吗？很遗憾，目前对这类人群咱们是不开放的。那我的选择一下子只剩下了。Is this the high IQ sperm bank? 嗨，姐妹，有没有兴趣来定制化你未来的宝宝？啊？有这么好的事情吗？你现在看到的是一家丹麦的精子银行，这算什么精子大陆联名？第一位捐献者，哇，他是 CEO， 还可以听声音。啊，多少钱？看看，男人精子也配卖这么多钱啊？我是可乐，是一个单身妈妈。然后呢，我的小孩现在已经6个月了。从挑选精子到最终受孕的话呢，花了差不多。谢谢你看到这里，我是本期编导阿大。在今天的大众舆论中，精子承载了远远超过一颗生殖细胞的意义。当它被讨论时，往往是人格素质和性别相关话题中的一个符号。所以捐精这个话题也难免被猎奇的眼光审视。这期节目我想从体验中发现问题，想要带大家理解捐精背后的供求逻辑，以及希望大家以平常心看待捐精。下期我会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带你看看商业精子库到底靠不靠谱，以及在这个时代非婚生育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少。还有就是，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男性想要贡献一份爱心，欢迎联系你所在地的精子库，以及屏幕左侧也附上了上海精子库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期待你的到来。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